大家，我已经为你们赢了第1把刀哦，接着是你们的任务，再赢多9把刀哦。欢迎Ethan戴文兴，你要挑战哪一位师傅 ？Chef Eric Teo。你的主食材是鸡内脏。我的妈！你现在在干嘛？去掉它的 fat。所以你也是会去掉那个？我不懂哎，刚你们讲我就去掉了。我第一次煮这个，我没有煮过，我都不懂这个什么来的。其实我觉得哦，尤其是这个鸡胗哦，哇 OK， 好，你敲钟就是说棒棒卡要出来了。好，你想要怎么样的棒棒卡？不知道，检查时间。做不下来。做不下，你看，好人。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棒棒卡有什么选项，请看 A、B、C。我选 C 哦， C 为什么选 C？ 代表我的 chicken adobo。好，现在马上来看一下棒棒卡 C 是什么。哇哦3把刀， 3把刀也不懂嘞，真的不懂哦。Brian， 你觉得3把刀是什么样的棒棒卡？他会把你桌面上的3把刀给拿掉。梁师傅，有可能是我们3个去。应该是分开了，3是3，把是把，刀是刀。以为是苏志成呢。我觉得会是有没有可能是你们一个人代表一样食材？非常接近。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请师傅看一下你们穿的厨衣是什么颜色？把红白黑拿掉。红白黑啊！哇，厉害了你！哦，我的天哪，你真的没有米嘞！红白黑拿掉，真的哦，完全正确。哇，完蛋，没有米哦， Seriously， 没有红奶白黑哦，拿掉啊！那个奶也拿掉。奶也拿掉，也拿掉啊！你这个很厉害嘞，你已经正了，就算了。这个是白你没有东西了。红葱头，这个算是红的，红肉嘛哈。哦，蒜蓉白的 ，bacon 猪肉嘛，猪肉是红肉嘛，辣椒酱，这个不用剪，这个给你。别讲，哇，今天拿，现在相信还。有什么？黑松露，羊肚菌，还有米也拿。白米饭吗？哎呦，还要做烧包，可是没有米。没有米，你这是什么？真的没有米鸡汤了鸡汤，白的哦。哇，现在头痛了。我只剩不多材料可以去做这道料理，所以那个挑战性是真的很高的。空空如也了哦。换strategy了，换strategy了。要改一下。哎，真的要做那个烧串了。好，时间继续跑动，来，OK，Chef，我发现你现在切你的鸡胗的时候速度也放慢了。对，一面切一面想了。 OK 啊，你慢慢想啊。好。哎，你现在就开始先煎一下你的鸡胗。对，鸡胗是可以煎太久吗？或者是一下就是到一个位置。把香味已经煎出来。因为如果你煎过熟的话，它会变硬。等一下我还有焖。鸡胗哦，它是要么你就稍微就烫熟一下，切成花，炒起来是爽快的，或者是卤到它够深的，吃起来就很入味那种。 OK，它现在这做法加了胡椒，就是要做胡椒猪肚这样的做法。菲律宾的酱青跟醋跟本地有什么不一样？对，这个比较纯。煮这道菜的难度就是要抓住它的熟度跟软硬度。想啊，你还有东西煮吗？全部都是酱料了，我都没有，我只剩一个香菇，姜跟葱。Chef Alvin 会不会似曾相识它真的就是一个碗，一片鱼。 ？OK， 没有了。当时 Alvin 哦，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对那句名言是什么？你记得吗？啊 ，focus，我在那边做，我讲很容易。Focus，你这鸡内脏 Focus。我不懂讲 focus 的那个。惨了，救救我！现在你要做什么？做一个青葱跟姜的那个蓉，让你慢慢来啊，慢慢来。 Ethan，你现在在准备什么？再准备一个烧沙，你的沙沙里面有什么？有大葱、日本黄瓜、青芒果。所以这个也是酸的，这个不会，这个是有一点辣酸。我觉得伊藤感觉上厨艺又更精进了，非常的稳定。哇，很香哎，好彩有东西可以香香的。在淋上呢是油，姜油。你看有颜色了，你看，所以等一下我的香菇一定是有一点颜色。时间剩下19分钟，Chef。哇，做这样长的。不要讲那句话出来。我这样长的。
所以你这个是先过一下水呀，给它外面锁住那个肉了。为什么不是煎呢？因为等下我要用火枪去烧它。哦，说煎的话怕会太过头。然后 glaze 水火的那个 bulldog sauce。OK， 这个跟我们的鸡胗吃的话会很好吃。也是有点酸性啊，这个。你这个马铃薯从开始就煮到现在的？对啊，马铃薯没有这样容易熟，哦，要煮到很最少45分钟。马铃薯如果说它切一半之后再放下去煮，跟整颗放下去煮有什么分别呢？你开了一半，它的水分会比较多。哦，包整粒它的水分会比较少。哦 ，OK。如果当然你要快，你把它扒出来的时候切一粒丁块啊，那个是最快。Holland potato 它本身的那个感觉，它的那个口感呢是来的比较绵不会那么黄，所以当你 mash 出来的 potato 白白的、绵绵的，加入适当的那个调味的话呢，so you're gonna have very fluffy kind of 细皮嫩肉 mashed potato。OK，Ethan，你这个烘炉要干嘛？我要烘我的塔。啊 ，OK。Chef， 哟，现在你 touch。说这个 torch 其实就是你去吃那种日本的串烧啊，它就是会在那个 barbecue tent 上面烤嘛，对吗？对。所以这个就代替那个 charcoal 啦，它没有 charcoal 这样香，可是它 at least 有那个焦的味道。焦味 ，OK。当你没有什么选择，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替代。是。刚才你的那个粉啊，我是要拿来上粉，然后煎，给它脆脆，很香。哇，大火下去煎哦。好彩没有拿掉花雕酒，拿花雕酒 deglaze 一下，好像 brandy 这样。哇，去那个腥味啦。哇，少过5分钟喽。做现在就好像时间很少了，就不够了哦。好，Ethan，你这边进展如何？在切，切得很小哈。糟糕了，会不会没时间？现在不到2分钟了哦。加油！其实这样看过去就发觉到今天我们的2道菜都是属于 very petite 精致啊 ，fine dining，fine dining， 它比较像 orders 来的。哦，加油加油！最后10秒，剩下10秒，8、7、6、5、4，加油！3、2、1，时间到。好，时间到。其实我懂我的 potato 不熟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担心，所以最后我才改变了我的策略。如果现在有机会再重煮的话，可能我会煮不一样的东西。马上有请我们的评审试吃2道鸡内脏。首先要吃的是 Chef 的这道，请问你这道菜名是什么？鸡的内在美。鸡的内在美。OK， 顺序方面要怎么吃呢？我们的那个鸡肝呢，其实是原汁原味，因为它很新鲜，所以这个是吃它的口感，配那个姜跟葱的那个酱料，最好是跟那个香菇一起吃，因为那个香菇会带给它口感，然后再吃那个鸡的 giblet。Chef，你觉得今天徒弟的表现如何？表现得非常棒。你觉得你有机会下来煮吗？如果Ethan的那道菜做得非常标准，那我就有机会下去跟他切磋一下。OK， 好，下一道我们要吃的是 Ethan， 你这道菜，请问你的菜名是什么？这道菜叫做adobo，它的味道是有一点酸辣，偏咸一点。OK， 所以你这个是一口就直接丢进去就吃就对了啊。如果可以的话啦，以前我也是建议人家1口吧，他们说2口我觉得2口会比较好。陆江是没有问题的，他出名是大嘴巴。像李腾在吃的时候就一直皱眉头因为这2道菜都相当不错，真的哦，满意，OK， 满意。陆江好像已经去到了菲律宾了。我还在飞机上面。好，现在是我们评审伤脑筋的时候，到底哪一道菜会胜出？待会儿揭晓。Chef 翔能不能把关成功？马上看成绩。我对今天的这道菜很满意，我觉得我今天有抓到它的味道。我对自己那道菜没有什么信心，我觉得我的胜算不高的。恭
喜 Ethan 可以挑战你的第一把刀了。成绩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评审有什么话说。Ethan 今天他用这个菲律宾式的那个 adobo 来焖它的鸡胗还有鸡肝哦，我觉得做的比较嫩，然后又比较入味，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 salsa 里面有芒果，有点酸性，所以综合起来呢，味道会比较好。阿翔这一方面呢，因为被拿掉了很多食材，所以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鸡肝啊，可以再有多一点那个 seasoning， 让它的味道更重一点。首先恭喜这个 Ethan 哦，又成功的能够再继续挑战哦。我在吃你这道料理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哎，你的那个内脏部分腌制的有够入味啊，然后你又搭配了你自制的那个烧沙的酱料啊，吃起来那个口感是很爽脆又很清新的，所以那个搭配我是觉得很舒服。你又把那个鸡肝也是切得很碎，所以在吃的时候不会吃到那个肝的一个独有的腥味，反而保留了它的一些口感在那边，所以我觉得是有惊喜的。然后像 Chef 香这边呢，你是用一个原汁原味的方式要烹调，因为在有限的食材嘛，所以真的是尽力了。吃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太过原汁原味，就变得是少了一点的惊喜感。Ethan， 其实我很开心，你把你的 mashed potato 给放弃了，你没有坚持说要把它放在里头。不过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a canapé， 对不对 ？Throw away the top base， 因为太硬太扎实了。我宁可你走一个魁白低的那个 holder 的那个路线，这样子呢可以更加的凸显那个鸡胗还有鸡肝的那个味道，对吧？阿翔，当你没有什么食材的时候呢，调味就是你最佳的朋友。如果今天你跟他做更好的朋友，或许还会有那一线的希望。我在煮的时候就有一点慌，我一直在顾那个口感，然后我忘记了那个调味。我先说阿翔吧。哇，这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尽力的去把你所懂的那一些 knowledge 以很西式的方法去呈现给我们。但是因为这个鸡肝跟这个鸡胗哦，它跟那种牛肉或者是鸭肝是不同品质的一种食材来的。如果你再以其他的方式泡炒一下，再加点味道啊，我相信肯定会做得更好。然后讲一下Ethan哈，我只能说今天的第一关你是惊险过关了，你心里也有数哈。对，幸亏你的那个。所有的成品的味道在那里。然后现在下来的话呢，对师傅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加，不是一把劲，要加好几把劲，才有可能会做出更好的成绩。加油，谢谢。哇 ，Chef，Yes，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对不对？现在这给你这一点点的东西，怎么会做得到好的？但是你已经尽力。当然 ，Ethan， 打败徒弟，我们还是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哇，就是这把刀，这把刀就送给你了。谢谢。耶，谢谢。好，接着下来，你就是要面对师傅了。首先，你要告诉 Chef， 你的主食材是什么？请看大屏幕。哇，这是不卖关子哦，3选1，3种三层肉、牛肉、排骨。现在有2个步骤了，左边这是猪肉，中间是牛肉，右边是羊肉。好，张师傅。第一个，如果你猜对是哪一种肉的话，你将会有个 bonus， 所以你的选择是，他们有可能选牛肉给我了喽。这样 Chef 骚味很重，羊，因为他刚才都来一个什么鸡胗了，一定有 go for beef and pork， 所以你的选择是，我选猪。为什么？因为猪肉会有一点挑战。OK，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猪肉？是哦。这样的灵感很准啊。好，现在我们来猜一下，到底是羊的哪一个部位？再猜。来，再猜。 Let's go for lamb chops。可能他会选 lamb shank 吧。答案呢，其实就在你的冰箱里了。哇！哦，排是吗？羊排是吗？羊排啦 ，ribs。哎呦，看你很开心呢，看到这个。我看到羊排，我是非常的开心，因为羊排是最容易处理的。如果你拿掉什么东西啊，我还是可以控出那个羊排。啊，那个拿的是什么 ？rosemary 啊 ，mint， 哎，这些新加坡农产品，新鲜菇哈。
尽量选多一点颜色的东西哈，选一点黑色、紫色、红色，什么颜色都选。没有用的，因为那个棒卡一出来的时候，我的想法其实就是做一个西餐的羊肉，因为多数我们羊肉会烤啊、烘啊、煎啊这样，所以我做的可能会不一样的做法。Ethan， 你知道羊排对 chef 对我来说是常常用的一个主食材，你不担心吗？有一点，本来我有在第一系列用的，哦在后来用派不上用场，这次我就用了。哦 ，OK。现在你的烹饪时间是40分钟 ，chef 有30分钟，准备好了没有？好了，计时开始，来，哇！张师傅处理羊排是不是有特别的功夫啊？羊肉我们尽量不要伤到它的肉。哦 ，OK。这个不是好像pork belly叫你要擦，这不一样的做法嘛。OK。但是好像去了那个脂肪之后啊，好像没有什么肉了哈。如果你要做到它的那个这样厚的那个肥肉很脆的话，要很长的时间。你要先煎啊，煎了然后又要放在那个烘炉，把那个 fat render 出来啊，它才会很香。所以那个要很长的时间啊。只不过我觉得是有些许的可惜啊。对，这些脂肪，when you render off the fats 的时候，香哦。哦，那个味道，对，哦。这算哪一种料理？其实是一个意大利，可是我把它做成好像马来料理，就感觉有点像是沙爹。对，这个腌料有些什么东西？我腌料就有油、tamarind powder、black pepper、bay leaf， 还有盐。通常我们用油去腌的话，是要让那个 spice 比较均匀，收入比较入味，比较好吃，比较香。哎，我想问一下 Chef Eric 啊，就是腌那个你说用油啊，对，一般上哪一种比较适合？橄榄油或者是corn oil 啦，因为你用那个 corn oil 或者怎么说啦，你腌的时候你放在冰箱里面，它不会solidify 了。OK，所以Ethan你用的是什么油？可能啦，比较来溜啊。好，现在你在干什么？Ethan？要做阿扎。哦，阿扎会用些什么腌料呢？我会用日本醋、洋葱、Japanese cucumber。All right， 加油 Chef！ Good luck，Good luck！ 加油 Chef！ 加油！来，欢迎 Chef Teo！ 哇，时间很充足啊！这样还回家。时间果然很充足。Chef， 赶快用，什么食材赶快用。你的羊排要做西式的吧？西式。哦 ，Chef 直接把它片一半哦。他只是拿 loin， 他只是拿那个 loin， 哇，真的是取之精华嘞！你看，就拿中间这一点点。所以你这个西式的料理是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我会 poach 啦，然后就煎。为什么要先 poach 呢？给它嫩。这个方法很少人用的，多数人家会煎啦、烤啦、烘啊、炸。其实我都是拿它的肉出来拿去 poach， 只是需要8分钟而已。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有个好处就是，也不用太熟，因为坦白说，这个羊肉呢 ，medium rare is perfect。OK， 哎，Ethan，你这边有个豆瓣啊？有。这个豆瓣是怎么用法？这下我会拿来姜。现在在干嘛？那我在煮 sauce。OK， 所以这个 sauce 是什么 sauce？Peanut sauce。你的花生酱里头呢，有些什么东西呢？Sambal， 还有 lemon juice。OK， 所以这个是沾你的羊肉吃的。对。哎，熄火 ！Chef， 帮卡要出来了，你担心吗？当然担心。每个厨师讲没有事，这假的，我跟你讲。好，帮卡，请看有什么选项 ？A、B、C Ethan， 你的选择是 A for 阿茶。最后决定。我们看一下 A 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有可能有3个 mystery box， 哇，当中呢你就得选一个，就是加入你的 repertoire 里面。哎，我懂了，因为东西嘛，所以是不是需要 chef 做的料理是要有东方跟西方的元素？我觉得是食材换食材，就是拿一些食材出来兑换。
有其中一个真的猜对了啊！对，因为你这个是西式嘛。对，什么东西煮一道西式料理，一道中式料理？哇，那个心情根本是把我 divide into 2 pieces 啊，就对了，因为我也不懂是怎么样去分这个时间去搞这个西餐跟中餐。哇 ，Chef 会给你2分钟的时间去拿食材，但是因为我们有考虑到你年纪也不轻了，对，所以要你跑上跑下会喘，所以我们找这里最年轻的李腾帮你拿。不是chef想拿。好 ，OK， 时间2分钟，2分钟啊，计时开始。OK，chef 你喊啊，你喊啊，黑胡椒，黑胡椒，台湾的啦，你拿台湾的辣椒啦、洋葱啦，蚝油，辣拌酱、洋葱，拿五香粉、蒜、豆瓣酱，这个都很好用。姜蒜，不要拿太多了，做不来啊。还有1分钟，蚝油10秒，姜蒜、洋葱。为什么我没看黑胡椒？黑胡椒，7、6、5、4、来3、2、1，时间到啦！他把全部的酱料都贴纸哦，搞到我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是白酒对吗？白酒，我拿米酒，拿辣拌酱给你，然后豆瓣酱也拿给你了，然后我在找黑胡椒，结果拿到黑芝麻，OK， 洋葱，然后姜什么都有啦，老抽、蚝油，你没有拿葱啊？葱啊 ，Spring onion，Spring onion，Spring onion， 对 ，Spring onion 没有哦，不用紧。对呀，我没有看到 Spring onion 哦。没事，请回座。好，时间继续跑动。Chef，你打算要做什么中式料理？哎呀，豆瓣酱炒洋葱啊，就这么简单？简单是好的。没有，关键是现在不到25分钟，他要做2道菜嘞。OK 啊 ，Chef， 你现在在做一个 coleslaw。不是，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 sour cream cucumber， 给那个羊肉的。我们去吃一些希腊美食的时候，他们吃羊肉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搭配这个酸奶 base 的一种酱汁，所以 sour cream is very good。Chef， 你这边在 poach 你的这个羊肉的时候，开很小火，就是给它慢慢煮咯。OK， 你要煮到什么程度？半熟了，就粉嫩这样。OK， 所以你这个里面就有加了一些柠檬。celery、parsley 的 stem， 这是让它有增添一些香味哈。对，你这个白色的在干什么用？我的 sauce。所以你现在这个 sauce 要弄成是怎么样的味道？带一点好像 wasabi 的味道这样。OK。其实我们吃羊排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绿色的酱 mint sauce， 薄荷。你会有 mint sauce 吗？mint sauce 比较普通啦。哦，所以你不会弄？不会。OK， 时间剩下17分钟。17分钟 ，Oh my goodness！ 梁师傅，17分钟你觉得会很紧吗？时间？紧。到这个阶段通常需要多少时间？20分钟，还差3分钟而已嘛。3分钟就很多东西了。多了，3分钟很多。哦 ，OK。Ethan， 你的羊排已经腌好了哈。对，现在要煎了。梁师傅，你这样看的话，它这个腌制大概20分钟会入味吗？你觉得？通常我们要快速的话我们通常就会一直捞，花个5分钟一直捞，让它的味道可以进去。其实要最快入味的就是用那个 vacuum bag，OK， 它的味道就直接进去。我觉得煎羊排最难的是它的那个幅度的地方所以通常在煎这个部位的时候会开大火嘛？小火，慢慢煎。哦 ，OK。现在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黄姜，黄姜粉。12分钟啊！12分钟。好，Ethan，煎羊排如何？火太小了。火太小。Chef， 你就开始摆盘了，把那个 sauce 垫底了啊。这个 sauce 有一个名称的，对不对？对，叫做我现在已经很乱了，你问我东西我也不会答，因为我的头脑在想，要做什么先啊？这是 horseradish 跟 sour cream。哦 ，It's the horseradish cream。Ethan， 羊排已经煎好了。哇，好香啊！那个煎羊排的味道都已经溢出来了，很美啊，很香啊。哎呦，还要再 touch 一下。我觉得它现在要给那种 charred 的那个 effect， 吃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点 smokiness to it。Chef， 你这道是什么料理？这个是台湾料理，台式啊。梁师傅、张师傅的这个羊肉poach 得蛮久的。其实单只是这样子看那个肉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口感。哇，你看中间还是粉红色的，真的漂亮。Chef， 刚才你说你要煎羊肉，你还会煎吗？
喂啊，没时间，他已经不见了。快了，10秒钟了，10 ，Hurry up， 9、8、7、6、5、4、3、2、1，时间到了。我知道我的西餐的那道菜是做得非常好，可是，在中餐那边呢，我就没有什么把握了。今天的羊排已经达到我的要求。好，首先评审要试吃的是你这道菜，请问你这道菜的菜名是什么？低温水煮羊肉双味。吃的话要先吃哪一道？西餐的，西式的先，西式的，就是把那个羊肉蘸那个 horse radish cream 来吃，然后配着那个 cauliflower 跟那个 cucumber yogurt， 然后再吃那个中式羊肉滚豆瓣酱。所以你觉得这个棒棒卡有真的会给你多一点的挑战吗？会啊，如果没有这个棒棒卡，我本来的菜里呢是比较重口味。它外面其实有很多 spices 的 ，OK， 所以你会然后去煎它，对，比较香。可是我觉得这样也是，我觉得是不错的了，另外一种吃法了。所以接着下来，评审要吃第2道了吧？好 ，Ethan， 你这道菜名是什么？森林之羊。其实第一次我来参加3把刀的时候，是因为要证明给我父亲嘛，那时候，现在父亲去世了。他在生前很喜欢吃沙爹，所以我特地做这道菜来改一下，就是要纪念他。哇，对，非常有心，因为你的第1道菜是送给老婆，接下来这道菜是送给爸爸。对，它这个酱也是比较特别的酱，对吗，Ethan？对，很多沙爹酱就是有很多花生，可是这次我用 peanut butter 跟sambal来，就是我要有一点 sugaring，就是有一点比较没有酱底。哦，因为我看到你最后还撒上很多的这个花生碎，就是撒一点点点缀。你有加那个黄梨酱进去吗？没有，黄梨是做 bigas 的。哦，其实我所谓的阿扎这个其实是一种 bigas 来的。OK， 呀，谢谢你的澄清，因为它不像我认知的阿扎。对，所以我才加上那个 ginger flower。好，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4位评审都已经吃过的这2道菜，谁会胜出？待会儿成绩揭晓。Ethan 能不能夺下他的第1把刀？请看成绩。我有这个信心把握，我会打败Ethan。压力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我还是全力以赴。恭喜 Chef Bill 首道成功，成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评审怎么说。Brian， 很可惜的就是刚好我拿到的那块羊排啊，它分成3节嘛，对不对？我的上面那部分 is blue， followed by rare， 再加上是 medium rare。我一咬了之后，我一看到那个肉的时候，那个上半的部分就是那个油本身呢 ，is not fully rendered， 所以还是纯白的。不透明的白，所以那个呢，我觉得呢，就是你那边的最大的那个败笔。身为一个专业厨师，我对我自己有一点失望。Chef Eric 那边呢，比较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来煮那块肉，或许在中餐方面的那个部分，它的的确确是有那个中餐的那个味道，口感是不是我希望的那种口感？它未必是，but 因为到最终 the blue meat 根本没有熟到的那个部分，Ethan的对我来说是你的败笔。那我来先说说 Ethan 的部分啦。你的这个羊排有用那个炙烧的方式嘛，所以呢外面是有点香脆的。那刚好我吃的就是没有吃到蓝色的那一块，我吃的是很粉嫩的，所以其实我对于整个完成度是蛮满意的。然后再说说这个 Chef Eric， 哇，真的太厉害了！我想问到说你那个温水煮的那个羊肉哦，很嫩哎，如果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会是从那个羊排切出来的。然后那个中式的部分呢，其实我一开始很担心说会不会没有帮到你啊，但是我觉得你做的那个豆瓣酱哦，它的味道反而还蛮像台湾的有一些，他们会有一些凉拌菜，所以有那个中式的风味。所以整体上我觉得也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谢谢Ethan， 今天整体的表现比第一场要稍微进步一点，包括整个的火候的控制，然后整个流程它都掌控的挺好。稍微不足的话，就是可能它的酱料那边吃起来就，与其说变它说它
更接近 Assam sauce。我相信你放了太多的 Assam base 在里面，酸味稍微盖过了你的 peanut sauce， 所以这方面可能要稍微再注意加强一下。Eric Teo， 但是我觉得中餐并不是你的强项，但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发挥出整个完成的作品，还是值得嘉奖的哈。但是我个人看了以后，有一些问题出现在酱料方面，特别是你那一个 sour cream 跟你那个horse radish sauce，有那一种重叠的情形出生。因为那个 horse radish cream 是白的 ，cucumber sauce 是白的，可是我没有地方放了，然后我忘记放那个 paprika powder 在那个 horse radish cream 了。炒羊肉的话，真的不是你的强项啊，可能你再把那个羊肉稍微片一下，做一下seasoning直接到锅里面这样炒2下，我相信那个的口感会更好。谢谢。但是已经是很棒了，已经很棒了。一等你的这个羊肉，它的肉是做到 medium doneness， 只是我觉得你的那个 fat 你在煎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煎久一点，然后给它一点 pressure 压下去，让它的那个 fat 可以全部 render 出来，脆脆的，这样的话就会更完美。然后 Chef Eric 这一边呢，那个西式的呢羊肉低温处理 very good， 在中式那一方面呢，它的肉就会稍微的干一点。张师傅，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跟Ethan说吗？其实我蛮喜欢他的性格跟他的态度，在这个厨房里面，他蛮有这个 organization， 所以加油了，对。谢谢Ethan，谢谢你的参与，谢谢我们的嘉宾评审，谢谢 Brian， 谢谢李腾，谢谢。虽然我任务失败了，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加油。在我们下一位挑战者登场之前，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评审嘉宾 Irene、Daniel， 欢迎你们。接着下来，我们这位挑战者，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是谁，请看。家庭主妇，左边那个应该是卤肉饭吧？卤肉饭对。右边那个是，好像chicken tikka这样。有人有印象吗？这2道菜没有？他有没有拿到刀3次？有，他是我们第一位拿到2把刀。哇，谁煮过卤肉饭？知道有这道菜了，但是不知道想不起谁在做了。好，不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的视频。鸡跟鸡的对决真的是很难评哦。Elvin 啊 ，OK， 我知道了，这个是继续。哇，这个强哎，这个。你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单挑3把刀。烹饪是我分享回忆的方式，每道菜都是我想延续的家传滋味。如今，厨房不只是磨练场，更是我和小小食神的幸福天地。一边磨功夫，一边传功夫，带着家的味道再战擂台。马上欢迎 Elvin。Hello。其实 Irene， 你记得吗？当时你也是评审之一。是我记得他的卤肉饭超好吃，现在看到他的人可以 match 那个卤肉饭了。当时卤肉饭你就是对垒 Chef New。对。第2道呢？第2道是对垒Chef Bang。那道是什么菜啊？是一个 Ayam Rica， 是一个印尼菜。那个就是为你夺下第2把刀的。对。第3把刀就不要讲了哈。第3把刀就被那个穿白色衣服的师傅给干掉了。我知道这里你也有跟其中一位 chef 也蛮熟悉的 ，Chef 香啊。OK， 帮我做 part time 哇哦，我没有人做工，我找他来帮忙。还有做 private chef 吗？现在没有了呀。差不多做了2年。那时候录完节目过后，他有做 private chef，其中一场我也是有去。为什么做了2年就停止？最头痛的是 manpower。第2个的问题是因为我其实是有 full time job 的，full time job 跟这个其实有时候是挺难兼顾的。好，问题来了。来到这里，你要挑战哪一位大厨？3位都有挑战过，可是我看我就挑战 Chef Eric。张师傅，哇，为什么会特别挑他？不好意思Chef Eric， 真正我想要挑战的是 Chef 香，所以我要选 Chef Eric 就是因为 Chef 香。哇 ，OK， 好。
Chef 翔是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其中一个很有创意的厨师，所以我其实是很想来尝一尝他的西餐的。我很荣幸啦，如果他可以这样看的话，我会尽力而为啊。Alvin 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厨师来的。那来了，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请看大屏。哎呦，鱼啊，哇，什么鱼？哇，也有可能对。哦，不是鱼，这个可能是那个贝壳类的那个 shell 不是吗？螃蟹，应该是花蟹。花蟹有没有可能是虾的脚呢？哎，这一张很像虾的脚。虾的脚啦，我就猜花蟹吧。花蟹，最后决定。最后决定，请打开你的冰箱看看，就知道是不是花蟹了。不然你跟我看啊，我不要看。OK， 我们看。我要 bonus 啊！我都讲了，吗？看一下。哎呀，没有 bonus 了啦！虾，那个真的是脚来的。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东西了。我一看到虾，我就直接要炒福建虾面，因为我本身也是小贩出身，我以前是卖烧腊的，所以我知道小贩的辛苦，所以我要借3把刀的这个平台，发扬我们这个 Hawker dish。你有猪肉吗？猪肉啊，猪肉有。哇，海鲜大餐呢！我要拿这个，我很喜欢这个白色的这个。哇，乌巴叶也出来了。福建面啊。那为什么有花蟹呢？他拿来做汤，高汤比较甜呢。哦，高汤啊。你不要忘记，等下那个棒棒来，你什么都没有了。对，所以我要拿多一点。他多一点不见得好哎。OK， 就是这样了。我越做越有信心哎。我为你担心啊，哎。Alvin，你的主食材你选择了老虎虾，对，为什么选择一个比较普遍的主食材？我也想挑战我自己一下，所以我就想拿一个大家常用的食材嘛。我也想试试看到底 Chef 翔能够把老虎虾这么普通的食材变得多么的特别。OK， 你的烹饪时间你知道多少吗？45分钟。Chef 翔呢？35分钟。非常好，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45分钟计时开始。好，来。首先你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我要做仁巴，就有辣椒干、蒜头、小洋葱、虾米、红辣椒。你放2种辣椒吗？3种，小辣椒、大辣椒、辣椒干。黄姜这些你会加吗？黄姜对，我会加，所以我会有3种姜：黄姜、老姜跟蓝姜。其实这仁巴只是来衬托那个虾而已。哦，原来仁巴是这样多东西的。是梁师傅，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南洋的一个风味的一道菜嘛。我现在要炒一下我的巴拉圈。这道菜是你常做的一道菜吗？还是你在哪里吃过？其实这个是一个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的一个餐厅啊，我们一个每次都会点的菜。哇，那个巴拉煎的味道出来了，香。感觉上他会煮一个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一道菜。什么菜？娘惹菜叫udang masak nanas。哦，对，它有酸甜辣，然后呢凤梨的味道又香又甜。OK， 不知道，可是它好像有新颖的一个做法。我看他煮饭哦，好像去在 meditation 这样，很舒服，很 calm relax， 很 calm 这样，很 systematic。对。梁师傅，你嘴嘟嘟的在看他煮，我是在看他的那个仁巴，我好像开得很小，因为仁巴通常要热，大火，第一个下去要呛它，对，然后之后再关小火，这个步骤重要。大火先呛它，对，大火啊，现在有点烟，可以闻到了，可以闻到了。OK， 哟，这么快，哇哦，一转眼，10分钟就过了。You ready? Yes, I'm ready. 欢迎Chef翔！哇，感觉上你就有点像小贩哎，炒虾面吗？哦，你现在是炒虾面，有那个感觉，对不对 ？OK， 哇，马上啊，一点都没有动到嘞！
有带着你的，带一个毛巾，带了一个毛巾了，有了。好，敲钟的话，就是说你要请邦邦卡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邦邦卡有什么选项。A、B、C， 请选择。我的选择是 A， 最后决定。最后决定 A。那我们来看一下 A 是什么。Let it go。Let it go。Chef，Let it go 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叫我做冷菜？Frozen 吗？哇！我现在会 let 一些 ingredients go。OK。Frozen 的东西都不可以用。OK，Let it go 是 frozen 嘛？Frozen 的话就是 solid， 意思就是所有液体的都要被没收，包括水，哇！但是因为我们要你做冷盘嘛，所以我们会提供给你冰块。哇！不累，可以的。不能够用水，也要做冷菜，就是完全颠覆了 chef 之前他所准备的食材，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张卡。其实我有点小慌啊，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我怎么办？我要冰块，我要看那个冰块，小碗来。时间34分40秒，时间继续跑动，来，加油 ！Oh my god！ 太残忍了！跟我讲有冰的时候，我有一点开心哎，哇，有冰，哪里知道那个盖开起来里面2粒冰而已啊！你们对我太好了，还好那个猪油是凝固的。这个猪油哦，怎么有这个？我有。哎呀，我要！如果那个猪油不是凝固的话，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难。你是不是需要多一点冰块？当然啦，因为你要做冷盘。我要做冷盘哎。我12分钟的时候给你。好，谢谢。你满意吗？邦邦卡。OK， 还可以还可以哦，还可以。可能那时候你的part time给他的价钱不够。没有。那天我还记得呢，我们在那 F1 的一个 event 嘛，哇，在那边晒到整个人黑去嘞。哦，对，连又下雨哦，那天我跟你讲啊。所以啦，你给人家晒太阳又淋雨。现在你知道，现在知道了啊。所以现在 ，yes。言归正传了，现在你没有液体的话，你现在怎么处理你的食材？说我刚好有培根可以把油炼出来，就好像一个 dressing 这样 dress 我的这个虾。Seafood oil 嘞，还要炼 seafood oil。虾你会先剥壳吗？不会，我觉得那个壳可以保护那个虾肉，所以那个虾肉不会这样干。OK，Alvin，你这边人巴怎么样？人巴在炒到它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在炒到一半的时候，你加入虾头，给它比较香一点。因为虾头有味道的嘛，在人巴里面炒的话，到时候可能它加水进去的时候，那个精华也会在里面。OK。多一下子我就要去做那个虾，跟它清理一下，然后 skewer 起来。OK。Chef，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蛤蜊剥出来？之前我是要拿来炒我的虾面嘛，现在已经是不可以用了，我就拿那个肉来掺我的这个虾的这个冷盘一起吃。现在我觉得那个油没有出来，那个东西干了。有一点点慌了，因为如果没有水分的话，那个虾的口感是不会好的。虾冰，是不是如果盖着的话会比较有液体？会。它可能会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对，但是至少有一个机会嘛。对。好 ，Alvin，你的虾处理的怎么样呢？好了。你说你处理虾，你是怎么处理虾？我把它清理了，然后我就放一点黄姜粉、盐，还有 cornstarch。用处是什么 cornstarch？ 就是 protect 嘛，因为我把它拔壳了，等一下它的虾就不会这么干。所以你现在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做一个饼皮 roti jala。张师傅 ，roti jala 是什么？我们叫 crab 啦，他们是好像马来的蛋皮这样，可是它是用米粉来做的，它来配着那个咖喱吃的吗？那你做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嘛？可能20分钟。OK。干鸡他，一点都不可以放过啊！这个就是 roti jala。当下的心情很紧张了，因为火候控制的不是很好，所以都是烧焦的。
分钟，1分钟。这很多烟呢，我知道，我要那个下手而已。有点危险了。可是包住可能可以，还有热度，放冰箱。 Chef 翔能不能把关成功，请看成绩。